各位书记小教室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，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。那个8月份嘛，8月份这么热的天，我们就来探讨怎么样戴口罩才不会长青春痘这样。小编来，哎，不用右，嘿，直接来就好，来上行啊，哎，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个青春痘不能戴口罩，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给它上油，对不对？哎，要上两边，好幸福哦。然后再上霜，快点，我自己上不了了，因为你知道男人。多一点，不要那么吝啬。再多一点。好，然后上点露，那个乳化等于油加水加角质的全套了哦。然后就给你看一下这样。啊，这个小编有点笨手笨脚，老爷子自己贴，然后你就把口罩这样戴下去啊，因为那个摄影师、导演、编辑先生说那个声音会糊掉，所以我们就全程这样子给各位看吧。过去3、4年来，因为那个戴口罩的关系，很多人就开始疑惑哦，在 Dcard 上啊，在 PTT 上都有问说，那个戴口罩到底会不会长青春痘？那所有人的标准答案都说戴口罩会长青春痘。那我们做肌肤监测的结果，还有这几年的实证下来，戴口罩是不会长青春痘的哦。你长青春痘的理由不是因为你戴口罩，你长青春痘的理由是因为你毛孔塞住。然后为了给各位证明哦，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很早就知道，只是我们一直不想录，觉得实在太无聊了。但是为了给各位证明，前几天我们有一个那个暖群里面有个戒友。很认真的就说，你看，他说，你看他很认真闷的口罩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看没有骗你吧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啊，我们真的可以闷口罩这样，然后他闷了好一阵子没有长青春痘嘛，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戴口罩不会长青春痘的证明啊，那让你知道一下，皮肤的主要的目的哈，其实是像我们会出油的哈，会出水，那你把它想象一个油孔跟水孔如果开得很好，它其实是不会堵塞的。那不会堵塞，你不管戴不戴口罩，反正最多就是口罩上面有一点油这样而已哈。像我们戴着口罩讲话就喷点口水这样。理论上，如果你的毛孔没有堵塞，你是不会长痘的。传统皮肤科医师在讲青春痘的时候，常常会讲堵塞啦，讲那个痤疮杆菌啦，讲什么皮脂腺的问题啊什么。其实从头到尾，真正问题还是堵塞。只要把堵塞搞定了，你就没有青春痘问题。很多人会一讲到毛孔堵塞，我想毛孔堵塞长青春痘大家都同意啊。可是很多人讲到毛孔堵塞，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样去把毛孔的堵塞清掉。可是事实上，你可以把毛孔跟那个角质的关系想象成有点像高尔夫球的果岭啊，那或者你把它想象草地上有一个兔子洞这样哈。那你要把兔子逼出来的最好方法，并不是在草地上撒那个硫酸嘛，我们都听过那个北风与太阳的故事。你在草地上撒硫酸，一定会伤到草地，可是你不一定会伤到兔子啊。所以我们做的方法其实是回归到自然的方法，回归到老天爷给我们方法，就是角质的乳化其实是油加水的结果。因此，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脸上贴这个，就是我们上了安全的油，我们上了安全的霜，我们上了安全的露，然后用保鲜膜贴起来，强制它乳化哦。这个行为就是这样。那我请小编给各位看一下，我们有好几个案子哈，就是如果你瞎搞的时候，如果你在那个草地上泼硫酸，你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整个草地伤到了。那如果你照我们的方法做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是最丑的哈，你看这么囤这么丑的皮肤，然后它闷敷正确后，它的皮肤可以稍稍改善，然后你看下面毛孔还可以打开哦。那如果稍微好一点点的皮肤哈，你就可以看到，你看这个比刚刚没有那么丑了，还是一样很丑。这么囤的皮肤，你看闷完以后，它的所有的颗粒可以打开，你可以很清楚看它打开，然后看到这些东西这样。然后如果你再看到更好一点点的皮肤哈，就更改善一点的皮肤，你会看到它里头的毛孔是黑的，然后它的闷完以后，它的表皮的纹路就会出来，然后毛孔会开始一颗一颗乳化变白。这时候，如果你闷到这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按摩的时候其实会有颗粒跑出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这个阶段就会有病人说，哦，我按摩的时候可以按出那个弹掉颗粒。那如果你能够来到这个状态，就更好了哦。你可以看到，你看这个是干干的哈，
它其实已经有纹路，就已经修复到差不多。然后你看焖完以后，皮肤就变得非常的保湿哦，非常肥嫩这样。然后下面一颗一颗的东西就可以完全清出来哦。所以结论就是说，不管你是塞得很凶的皮肤，还是已经接近改善的皮肤，你都可以用毛孔闷敷法哦，或者我们之所以用口罩闷敷法，其实我现在是没有戴口罩了哈，因为收音不方便。但是我们常常有人在上班的时候，他可能是百货公司的柜姐，他可能是银行的柜员哈，他可能是一些那个 sales 业务，然后他必须跟客户合作哈。那他常常他酒糟的时候，他敏感肌的时候，他需要让他的毛孔通畅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们就建议他做口罩闷敷法。原理还是很简单哈，就是让你的皮肤能够油跟水哈，然后在保鲜膜保护下润和。那这里头要跟各位提醒一下保鲜膜的部分哈。20-30年前的保鲜膜几乎都是 PVC 跟 PVDC 啊，那它的延展性很好，可是它的塑化剂的释出也很强哦。然后大概在十几20年来，大概进化到 PE 膜了哈，那塑化剂的释出少很多，非常多啊。PE 膜本身也比较稳定，所以我们现在闷的都是 PE 膜啊。那你说 PE 膜是不是绝对不释出塑化剂哈？在我们的现场，我没办法告诉你绝对不释出，可是肌肤监测这种东西跟那个剂量是一样的哦。就是说，你只要最后你的纹路能够变好，你的毛孔能够打开哈，那我们就认为它的皮肤是变好的。所以结论是，第一个口罩闷敷法是可以做，第二个皮肤的纹路要持续的变好。我们要回过头去谈我们真正的学理哈，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操作，可是真正的学理其实这样哦，就是我们的角质是一种蛋白哈，角质是一种蛋白，那我们毛孔里面塞住了，不管你叫它皮质管丝也好，你叫它角质酸也好。甚至你叫它黑头粉刺，你叫它白头粉刺 ，I don't care， 好吗？它的原理就是它就是一些角质蛋白加一些皮脂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胞的残留物共同混合成的，我们称为角质酸啊。角质酸再加上本来上帝给你油，就我们皮脂腺；上帝给你水，就你的汗腺。本来你就会完成你自己本来的乳化，但是因为你做了控油抗痘，因为你很认真的去把它糊掉，你的整个皮肤，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皮肤简直被你糊到整个都硬掉哈。在那个状态下，你就没有办法重建天然酸性保护膜。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让它重建。因此，在肌肤监测的病人哦，常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哦，就是说他初期在重建天然酸性保护膜的时候，他会发现他的角质酸嘣嘣嘣就跳出来。这是我们病人最喜欢的，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不需要做那个果霜焕肤，他们的粉刺也可以清除掉。因此。结论就是说，今天的结论跟各位讲哈，就戴口罩会不会长痘？戴口罩不会长痘，你是因为毛孔塞住才长痘。你看这么热的天哦，为了给各位提供证据哈，我们很认真的戴着口罩把这一集录完，虽然声音有点虎波，请各位见谅。看到这样子认真的医师，你是不是应该要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？点赞在这里，订阅在这里，好不好？那就我们就下次见了。